總統府費盡心思把你嫁過來，真以為本都好欺負，任由你們擺布？既如此，督军應該拿着這把槍去總統府理論，而不是在這兒為難我。聽說你是前朝的格格，以你的自尊嬌貴，竟也甘心淪為我這個軍閥的玩物？督军錯了。本都錯哪兒了？我是督军8台大轎迎娶進門，3媒6聘，聘的是正儿八经的督军夫人，而不是督军口中的玩物。伶牙俐齒。督军谬讚。膽子倒是不小。也对，你身為前朝皇裔，卻甘願當總統府的走狗。說吧，總統強行把你塞給我，究竟是图本都手裡的兵權，還是想要我的命？督军擁兵江淮，與皖南軍混戰數年，難道督軍不想借總統之名討伐皖南軍？就算我10把刀，也是一把對付皖南軍的刀。有意思。報告督军，前線來報，皖南軍炸了我們鐵路，劫了我們的軍備。征軍。是。倒是有幾分小聰明，可惜我顧長庚永遠不會讓一把刀接近我。督軍，辛夫人如何安置？把她送去老宅伺候老夫人去。是。盯緊點兒，特別是她跟總統府的聯繫。夫人，督軍命我將你送回老宅。一把刀吗？督軍，你知道男女之間最厲害的宗師是什麼？督軍一走1個月，也不跟他圓房，很明顯是不喜歡新夫人。督軍有未婚妻，3年前出國留學，督軍等了他3年，被總統府强行塞了個女人過來，能喜歡才怪啊！哥哥，您不得督軍寵愛，連這府裡的下人都敢隨意欺辱您，這往後的日子可怎麼辦呀？哼，我嫁進督軍府，可不是來爭男人寵愛的。已經沒有什麼格格了，既然嫁他，已成定局，以後便是督軍夫人了，莫再喊錯了。是夫人。督軍對未婚妻用情頗深，一直等她留學回來，連老夫人給督軍納的2姨太，督軍都不怎麼理會，又怎麼可能會喜歡總統府嫁過來的女人？這老宅啊，以後可不太平了。2姨太，自行領罰去。是。夫人，前厅來客人了，老夫人讓我喊您過去一趟。你是說，她當初是被綁進督軍府的？是的。看來這位小格格也不是心甘情願嫁過來的吧？原本以為是把鋒利的刀，沒想到是只小綿羊。沒意思。喲，看來你不喜歡她這樣太乖的舊式女子，喜歡新式女子？督軍，老太太差人過來，請您回去一趟，說是許小姐到老宅做客了。她去老宅做什麼？許曼雲一心盼着能嫁給你做督軍夫人，昨天剛回國就知道你要娶妻這件事，肯定心有不甘，上門去鬧一鬧。許曼雲留過洋，玩過槍，是個新式女子，可別嚇到督軍的那只小綿羊啊！飛車，回老宅。来啦，这位是南省省长的千金许曼雲，剛剛留洋歸來，她可是長庚的屬使。原來她就是顧長庚原定的未婚妻。許小姐好。
我听说长庚娶了个前朝格格，我来瞧瞧，顺便送你个新婚礼物。许小姐喜欢玩枪啊？巧了，我也喜欢。这可是韦伯利转轮手枪，可不是过去的那些土枪，你会玩吗？听说过左轮赌吗？6发子彈只留1發，跟天賭命。要玩，自然要玩個大的。怎麼不敢了？敢動我一下，長庚不會放過你！到你了。你这個瘋子！許小姐，這才是玩槍，有意思。反了天了！你竟敢在內宅對客人開槍！老夫人，你要為我做主啊！他一定是看我跟督軍親近，才如此對我。你這個督軍府的夫人，就是這樣待客的嗎？不要以為你是總統府的義女，你就可以在這裡為所欲為。這裡是南省，我是南省省長的女兒，不管你是總統府的義女，還是前朝的格格，都得給我遵守這樣的規矩。這把槍好像是許小姐的。我剛嫁到這兒，不懂這的規矩。今日既然許小姐提起規矩，那我便問上一問。你作為客人拿槍指着主人，這是哪兒的規矩？我身為督軍夫人，說是在這督軍府被人拿槍指着腦袋而畏懼退縮，這事要是傳出去，這督軍府以後還有何威望在南省立足？即便母親今日怪罪，但這有些事，有些話，我不得不做，也不得不說。我既嫁入督軍府，以後代表的便是督軍府的臉面，夫妻一體，折辱我，便是折辱督軍。我今日軟弱退縮一分，便是由着別人把督軍的面子放在地上。好一個夫妻一體！督軍，這個女人她囂張跋扈，都敢在老夫人面前開槍了。哦，是嗎？想法不錯，膽子也大得很。督軍謬讚。督軍，該不會是被這個女人吸引了吧？督軍，這個女人對老夫人不敬，還大言不慚地說她可以代表督軍。她說的有什麼問題嗎？再怎麼說，她也不該在內宅動槍，這做派哪裡有一點大家閨秀的樣子？她不需要做一個逆來順受的大家閨秀，她只要做好我的夫人就行了。現在的督軍夫人，我很滿意。督軍，他如此對我，難道就這樣算了？自然不能就這樣算了。夫人認為該如何處置？許小姐持槍進內宅，驚擾府中女眷，便罰她以後不許再踏進督軍府半步。我警告你，不要太把自己當回事兒，督軍才不會。夫人的話聽不到嗎？是。許小姐，請你離開督軍府。督軍，你不要被這個女人迷惑了，她可是總統府的人。督軍，督軍。有件事你要明白，白天在府裡給你撐腰，只因為你是督軍夫人。我知道，
我代表的是督軍府的顏面。督軍不是為了我，而是許小姐用她父親壓人，觸了督軍的逆鱗。過來。說說，白天的左輪赌是怎麼回事？正如督軍所見那般，是許小姐先挑釁的。我喜歡聰明的女人，但不喜歡在我面前耍聰明的女人。改变子彈的順序，他真是有手段。在我面前耍小聰明，你還嫩了點兒。在我面前耍小聰明，你還嫩了點兒。自從我嫁給督軍之後，督軍就對我不聞不問，就連你我未曾圓房之事，都能被丫鬟拿來取笑。今日更有督軍的前未婚妻上門挑釁，用槍指着我羞辱。即便督軍今日怪我使了手段，我也不後悔白日所做之事。若是今日我由着许小姐欺負了，那这督軍夫人，我不做也罷。我幾時說過怪你？還有，誰告訴你許曼雲是我的前未婚妻？外人都這麼說。許元昭個老東西，為了把女兒嫁給我，傳這些風言風語。今日這事幹得漂亮，有督軍夫人的樣子。督軍不怪就好。你只管做好你的督軍夫人。從今往後，在南邊這地界兒，我在男人堆裡是老幾，你在女人堆裡便是老幾。不管在家還是在外，我都給你撐腰。但若是讓我知道你有別的心思，老子一槍崩了你。是，督軍。去換身衣服，今晚有個酒會，你陪我去。是。這樣的性格，怎麼會甘心受總統府的擺布嫁過來？他到底有什麼目的？張副官，督軍，去查一下，夫人是前朝哪個王爺家的格格？是。督軍，你知道嗎？女人的眼淚也是一把刀。督軍，給你介紹一下，陸行舟，我夫人。內閣總理的小公子，還有軍統局局長，看來今晚的酒會不簡單啊。嫂夫人天人之姿，督軍當真是令人艷羨。話多。說正事兒，國外來的那個軍火商威廉是個華僑，剛到酒會就被皖南的督辦給邀請過去了。看來皖南那邊也想收下這批軍火。威廉，他怎麼來了？看來上次給他們的教訓不夠多啊，敢來我的地盤多事。這批軍火我勢在必得，你找個人接觸一下那個威廉，他手裡的貨我全要。這恐怕有點難，上次督軍查封的那批貨就是這個威廉的，只怕威廉不會願意跟我們合作。這個簡單，督軍想要的軍火我可以幫督軍拿下。許小姐當真有辦法拿下威廉手裡的這批軍火？那是自然，我跟威廉是在國外的舞會上認識的，他很欣賞我的英文，待會兒他看到我在，一定會過來邀請我跳舞。督軍想要的軍火不過是我一句話的事兒。想不到許小姐還有這樣的人脈，真是出人意料。
現在是新社會了，不是以前的舊往常。我們新時代的女性呢，喝咖啡、講英文，幫着丈夫交際，與他並肩站在一處，而不是躲在男人的身後尋求庇護。你說對嗎，格格？你說對嗎，格格？许小姐說的是。你身為督军夫人，不能替督军分憂。我要是你呀，我可沒臉出席這樣的舞會，省得給督軍丟臉。看到那個威廉沒有？他可以給督軍提供源源不斷的槍支軍火，在場唯一認識他的，且能跟他用英文交流的，只有我一個人。你一個封建时期的舊式女子，憑什麼跟我爭？那就祝许小姐成功。哼，威廉过来了，督军，他过來一定是要請我跳舞的。May I have this dance with you, lady? 一個假洋鬼子罷了，裝腔作勢。My pleasure. No, not you. It's been a long time, William. It's been a long time, William. You still look luminous, my princess. 他們叽里咕嚕說的什麼？他們是老相識，威廉喊夫人、公主。朝廷都沒了，哪來的什麼公主？ Who is this? My husband, Mr. Gu. 他說了什麼？哈？督軍問誰啊？你說我問的是誰啊？夫人說你是她的丈夫。My beautiful princess, please. 国外的礼儀不是在轻薄夫人。这女的，平日在家裡，在老子面前整日的端着，遇上這假洋鬼子，她倒玩得挺開心的。督軍，查到夫人的身份了。督軍，查到夫人的身份了。說，夫人是裕王爺的女兒。额娘，少少，裕王府的人全燒死了，就跑出來的小女孩。額娘，少帥，總統說裕王府的人一個不留。小哥哥，希望你別記恨我。我當初看到他那雙眼睛的時候，就早該想起來，那個人就是你。督軍，能否邀請你跳一支舞呢？玩槍跳舞說英文，你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那是我以前在國外留學，在國外學的。督軍若是想知道，我可以如實告知。那個威廉也是留學時候認識的。是啊，當時我正好救了他，他欠我一個人情。他已經答應我了，以後海運過來的槍支軍火都優先跟督軍合作。我不稀罕。別鬧了，他是個生意人，在南方有督軍給他撐腰，那是他的榮幸。沒事吧？小時候的事情，你還記得嗎？小時候，不好了，剩下的交給我。
长哥，接着。不管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给你撑腰。但若是让我知道你有別的心思，老子一槍崩了你。小時候的事情，你還記得嗎？额娘。枪法不錯，跟誰學的？在國外的時候，威廉叫我防身用的。又是那個假洋鬼子。督軍，軍統局策劃了這場刺殺，人已經抓到了。火長根，你敢動我一下，總統不會饒了你的。督軍，殺了他，總統府那邊不好交代了。現在他們總統府的人應該好好想想，他們應該怎麼跟我交代。夫人，督軍，車已經安排好了，屬下護送你們離開，請。別動了。謝督軍。如果我跟總統府鬧翻，你會如何？督軍，這是橫言。今晚的刺殺，總統府安排的。督軍。督军，你受傷了，張副官，去醫院。回督軍府。督軍就算不去醫院，應該先回老宅，老宅更近一些。那麼多廢話。回督軍府。我現在這個樣子，要是回老宅，老太太也會擔心的。督軍，你的傷不去醫院怎麼行啊？你還沒回答我。你剛才的話還沒說完。如果哪天我跟總統府翻臉，你會如何？你我夫妻一體，自然是要身在一處的。回督軍府。去醫院。我說回督軍府。去醫院。你膽子大了是不是？我的話你都敢駁了。督軍的傷因為我而起的，我不想欠督軍。剛才你說你我夫妻一體，哄我的。別那麼多廢話，你是我夫人，我不護着你，誰護着你？現在的南邊只是看着太平，我手下那些師長們個個野心勃勃，我遇刺受傷的消息傳出去，只怕會惹出亂子。醫院是洋人開的，我信不過。督軍，信不過洋人，我可以請二姨太過來，二姨太懂醫術，可以為您醫治。哪那麼多廢話？就她懂那點皮毛，調理老太太身子還差不多。我看看，子彈卡在肩胛骨裡，中醫調理無濟於事，需要盡快手術把子彈取出。子彈會損傷周圍的神經組織和血管，如果不及時處理會導致併發症，威脅到生命的。張副官，麻煩你取一下我的工具，督軍這個傷等不及了，需要盡快手術。你還會醫術？我在國外學的就是醫術，別說話了，我先給你止血。子彈太深，創面太大，需要深層麻醉。我這兒沒有。有了，威廉也做藥品貿易，他一定有。不必，
這點疼我還受得住。来吧。鸦片也有止痛的功效，我给督军试一试吧。亡国的玩意儿我不用，以后不准提那2個字。那我開始了。我要開始縫合了，督军得再忍一忍。來吧。前朝的時候，洋人用鴉片砸開我國大門，侵蝕我國國民，國民孱弱，國必民窮。再到後來戰爭頻發，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事情屢見不鮮。我發誓，只要我活着一日，便不會重蹈前朝覆轍。大燕絕對不允許出現。方才我聽督軍說痛誤大燕，我明白督軍為國為民的心。我之所以提起，是因為這東西在醫者眼中是上好的止痛藥，可以為患者減輕傷痛，故而才提起的。希望督軍不怪。好了，只要今晚不起高燒，督軍便無大礙。站住！你去哪兒？督軍府沒有大夫，夜裡我若發燒該如何？還有，我現在行動不便，只能這樣躺着，總得有個人伺候我。這些藥外服內服都有，我標清楚寫在了紙上。夜間如果發燒的話，用什麼藥我也寫上了。太晚了，我該回老宅了。明兒早還得給老夫人請安呢。請安重要還是我重要？況且本督還是因為你受的傷，不識好歹的女人。督軍，你說什麼呢？沒什麼。張副官，備車，送他走。那督軍好好休息。换西人那些女的，哪個不是使盡渾身解數討本督軍開心？這女的倒好，你以為我稀罕你照顧？什麼破藥？夫人，府上沒有丫鬟，我們這些大老爺們笨手笨腳的，督軍傷得那麼重，這我們也照顧不好啊。這偌大的府上，沒有伺候的丫鬟啊？我們督軍從來不近女色，雖然之前老太太送過來2個丫鬟，但是他們生了別的心思，直接就被督軍攆走了。嘿。老宅放着個二姨太，府外一個紅顏知己許小姐，這督軍不近女色，說出來怕也是沒人信。不過呢，我不是那種拈酸吃醋之人，既然嫁了她，就會做一個盡職盡責的督軍夫人，幫她打理好內府的。夫人，您誤會督軍了，許小姐完全是因為她父親是南省省長，想跟督軍聯姻，這才故意放話出去，讓人誤會的。至於二姨太，完全是因為老太太的緣故。總之這個裡面事情很多，您入門時間短，往後就慢慢清楚了。夫人，您別看督軍嘴硬，其實他心裡就是想讓您留下來照顧他的。哦，對，車壞了，我現在趕緊去修車，那督軍
就拜托夫人您了。哎，张副官，不是说不回来吗？怎么又回来了？汽车坏了，张副官去修车了。还挺会找借口，口是心非的女人。楚那干什么呢？喂我吃药。哦，还是学医的呢，照顾人都不会。督军别动，我喂你。督军喝水。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事情。额娘，额娘。小时候，那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好像着火了。现在什么也记不清了。督军，你刚做完手術，身體虛弱，還是要多休息的。我會守在你身邊的。你和威廉怎麼認識的？沒別的意思，你別誤會了，我就單純問問。威廉受過傷，失血過多，倒在街頭，是我救的他。佟大夫還真是熱心腸啊，異國他鄉的，也不怕惹上什麼麻煩。醫者仁心，怎麼能為了怕麻煩而放棄眼前能救治的生命呢？善良不是錯，只不過善良的前提是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哎，若是當時你救的是一個惡人，拿着。若是當時你救的是一個惡人，或是對你起了歪心思，你一個弱女子在異國他鄉的，你怎麼保護自己？這把槍你隨身帶着，成全你善良的同時，也讓它成為你的鋒芒。成全你善良的同時，也讓它成為你的鋒芒。謝督軍，你給我講講留學的事唄。好，那就從5年前開始說起吧。那個時候，我剛到西方，學的還是西醫呢。如今呢，新舊兩代互相碰撞，波及到了醫學界，中西醫也成了兩個陣營。雖然我在國外學的是西醫，不過從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中醫。中醫博大精深，傳承了千年，中西醫兩派互不相容。我就想着中西醫能……额娘，額娘，他們抓到，忘了自己是個活下去。少帥，裕王府的人全燒死了，跑出來個孩子。少帥，總統說裕王府的人一個不留。一個不留。國家領土完整，不容分割。誰敢再提用港口換洋人的支持，老子一槍斃了他！
督军怎麼了？是不是傷口疼？有一點滲血，換了藥就好了。督军，南省省長許元昭聽說了昨夜舞會的事情，今天特意上門來看你，你還有傷在身，要不我先回绝他。許元昭這個老狐狸，他這個時候來，只怕是來探聽我是否受傷。你回絕了他，豈不是明着告訴他我受傷了？可是您的傷沒什麼大礙，扶我起來，更衣。督军這會臉色極差，只怕是瞞不住外人。我自有辦法，你隨我去。督军，夫人，他不是住老宅吗？怎么住在督军府？她是督军夫人，住在督军府，很奇怪吗？督军，督军啊，听說所謂的舞會上有刺殺，你沒事吧？那等宵小之輩，能掀起什麼風浪？軍統局的人幹的，已經被本督就地正法了。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总督府聽說了這事兒，已經派人去調查軍統局了，親自給我打電話，非常關心您的安危，所以呢，特意讓我來看一看。督軍，看您氣色不太好，您是不是受傷了？那點宵小之輩還傷不到本督。至於許省長說的，本督看起來氣色不太好，大致是因為昨天晚上喝了些酒，床尾間失了分寸，整夜沒睡，所以看起來氣色不太好。許省長，你一個過來人，應當理解我們新婚燕爾，恩愛情長啊。理解理解，年輕人嘛。督军，這個女人絕不像表面上這麼簡單，她背地裡還不知道包藏什麼禍心呢。督軍，你千萬不要被她迷惑。住口！督軍，不好意思啊，都怪我，把她灌得無法無天，您不要見怪啊。我聽說她前幾日在府上驚擾了老夫人，今天也算是帶她來賠禮道歉。道歉？他最應該道歉的，應該是我夫人。哦，愣着幹嘛呀？趕緊給夫人賠禮道歉！我不會給她道歉的。要殺督軍的人是軍統局局長，跟總統府來往密切。他是總統府的人。住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東西，總統府也是你能議論的？你，實在抱歉啊，他在國外自由慣了，再加上他心中一直愛慕着您，一直接受不了您突然結婚的事實，所以才這般無禮。許省長，這次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如果再有下次，你應該知道什麼是禍從高處。張副官，送客。許省長，請吧。督軍實在不應該得罪許元昭的，他畢竟是南省省長，說是以後跟他鬧掰了，督軍在南省多少會有些麻煩。區一個許元昭而已，怕什麼？我說過，在南邊這地界，我在男人堆裡是老幾，你在女人堆裡就是老幾。督軍，老宅來電話了。說。老夫人問夫人什麼時候回去？你回去傳話給老夫人，夫人這幾天住督軍府，過幾天我會跟夫人一起回去看她的。
是。督军，这里是督军办公的地方，有很多重要的文件，我留在这不方便吧？如今我受伤的消息不能传出去。你不是医生吗？留在这照顧我正合適。况且刚才我都跟许愿昭说了，新婚燕尔，恩爱情长。这几天我不能出去，外界肯定诸多猜測。如果你在督军府，一切就合乎常理了。督军，你该吃药了，我去给你拿药。张副官说这是督军的意思，是督军要留夫人住下，贴身照顾她。荒唐！明知道总统府对他手里的军队和地盘虎视眈眈，他竟然还把这个女人留在身邊，真是色令智昏。娘，您消消气，督军身邊没個女人照顧也不行。夫人她善解人意，有她陪着督軍啊，也不是壞事。那個女人一副狐媚樣子，竟敢在內宅動槍。她在長庚身邊，我怎麼能放心呢？娘，您別生氣了啊。阿若，你才是娘心目中的兒媳婦，有你陪在長庚身邊，娘才能放心。都是阿若沒用，留不住督軍。你去把張副官叫來，我倒要看看。哼，我在家裡說話還管不管用？他一天是我的兒子，他就應該聽我的話。你現在就去收拾收拾東西，我派人送你去督軍府，就說是我吩咐的。她是正房夫人，初一十五督軍可以留在她的房間，剩下10日輪番，一人1天。不是老太太，她說什麼？輪番1人1天？這老太太把我當什麼了？督軍，二姨太馬上就要到了，而且老太太還說了，如果你把二姨太攆回去，她就親自過來。這老太太一天到晚想什麼呢？二姨太如何安置？是送回去還是？聽我夫人的。西厢房離主居最近，也方便二姨太照顧督軍，就將二姨太安置在西廂房吧。啊？若是督軍不滿意的話，將二姨太安置在主居也是可以的。好好好，我還真是有福氣啊，娶了一個像你一樣賢惠大度的督軍夫人。我不明白督軍為何要生氣。二姨太她懂些醫術，留她在照顧督軍，老太太會更放心的。你說的對，你說的都對，一個姨太太哪夠啊？應該多納幾個姨太太來照顧本督，這樣老太太更放心，你說是吧？督軍若是看上哪家的千金，想納到府上來當姨太太，只管跟我說，我也會安置妥當的。哎呦，少說點吧，小祖宗喲！二姨太請留步。張副官何事？二姨太，實在不巧得很，督軍出遠門了，夫人也跟着去了。這會兒督軍府沒有理事的人，實在不方便留您。要不這樣，您先請回去，等督軍回來，我再差人去接您。敢問副官，督軍何時回來？這個就不知道了，可能10日，也可能1個月。您就在老宅等着，督軍總會回來的。勞煩副官將這個香囊替我轉交給督軍，裡面配了幾味藥材，懸掛於床頭，助眠解乏。屬下一定轉交。
拿着吧。平日日晒雨淋的辛苦了，闲暇的时候去喝喝茶。下一台。不知两位可知督军今日去了何处？实话告诉你，督军他今日并未出去，好像是跟夫人吵架了。督军发了好大的火，好像是说什么姨太太，具体我们也不清楚。童玉姐，你刚进门就这么不容忍，今日你将我拦在门外，我倒要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走。二姨太，我家小姐请您去楼上一叙。连督军府的大门都没进去，滋味不好受吧？许小姐若是来看我笑话的，就省省吧，毕竟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我是南省省长的千金，我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呢？我可不像你，一辈子只能待在那个老宅裡，看那老太婆的眼色行事，最后连督军的面都見不到一面。你別生氣啊，我今天約你到這兒，便是想來幫你的。你會有那麼好心？先別管我是不是好心，你只需要知道，我跟你一樣討厭童玉琴，不如我們兩個聯手，除了他如何？這是南邊政府還有軍事布防的一些重要信息，這是總統府一直想要的東西，你只需要把這封信從督軍府送到總統府，做的隱蔽信。整個督軍府跟總統府有聯繫的只有童玉琴，我這次倒要看看督軍到底還會不會再護着他。祝你成功。玉景哥哥，總統聽說你討得顧長庚喜歡，住進了督軍府啊，特意讓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交代你的事，別忘了答應過總統。只要他想辦法把你嫁給顧長庚，你就幫總統得到他想要的機密。哎，喝2杯意思下算了，這傷還沒好透呢。你說，一個女人，她費盡心思給自己男人納姨太太，她到底幾個意思啊？這麼賢惠的女人，只有一種原因，不愛唄。哎，你說的這位賢惠的女人，該不會是你的那位督軍夫人嗎？我去你的！不對勁，你很不對勁。你這反應是心動啊？有病！謝謝你能告訴我這些，這些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一直以為你是草原的馬，天空的雁，海底的魚，現在你變成了籠中的鳥。仇恨很重要嗎？威廉，你不懂。我不懂，但我知道他困住了你，遮蓋了你的才華，讓你忘了你的理想。我可以帶你回倫敦，如果你想，你可以做個學者，做個醫生，做什麼我都支持你，而不是像現在的你，困在京都的籠中，跟姨太太相鬥。謝謝你。
你說的這些話，我會放在心上，好好考慮的。你倒是好好說说，你要考慮什么？督军，你倒是跟我好好说说，你要考慮什麼？督军，为了是我的朋友，不該拿槍頂着我的朋友。盤算着給我多納幾房姨太太，是方便你出來約會是吧？我們夫妻之間的事情，關上房門說就好了，何必在大庭廣眾之下讓彼此都難堪呢？如果你還想在這兒做生意的話，離他遠點。夫人，從今天開始，夫人不得離開院子半步。這是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不回來就不回來，這一回來就鬧得家宅不寧。夫人，您前些日子不是跟督军还好好的嗎？沒事。夫人在此禁足，誰敢靠近，重責。娘，您消消氣，我先扶您下去歇着。夫人，這院子裡的人以後更敢欺負您了。不會太久的。夫人，您都1個月沒出門了，整日在屋子裡寫寫畫畫，這院裡的下人們對咱院越來越不上心。今天送來的飯菜都是涼的。拿着信出去，從大門走。若是有人問起，你便說替我給總統府寄信。夫人，督軍若是知道了會不會？不怕他知道，就怕他不知道。去吧，照計劃做。是。童玉姐，禁足哪裡夠？我要讓你永遠離開這個家。督軍，郵局攔下來一封信，說是咱們府上寄去總統府的，我看着像是夫人的字跡。好個督軍夫人，好個夫妻一體，這是南省機密和軍事布防。回老帥。督軍，這就是總統府把你嫁過來的目的。督軍生氣是因為我私藏的這把槍嗎？若是我跟督軍說，這把槍是我小時候阿姐送我的，督軍信嗎？你自己做過什麼，你自己心裡應該清楚。即便督軍判我死刑，也請督軍給我一個罪名。好，我就給你個罪名，把南省的機密、軍事布防偷偷洩露給總統府，老子槍斃你100次都不為過。南省機密、軍事布防，督軍從何說起？從你說夫妻一體，你與我站在一處說起；從你在督軍府，我允許你隨意進出書房說起。童玉姐，老子早就跟你說過，你只要敢生別的心思，老子一槍崩了你！你是不是以為老子真的不敢啊？督軍，開槍吧！督軍，開槍吧！
长哥，你冷靜點兒，先把事情調查清楚，再治罪也不遲啊。這是發生了什麼？這就是你說的夫妻一體，勾結外人，出賣督軍府。督军，就凭这个断我的死罪？就凭这个，足夠你死10000次了。听夫人的意思是，這其中似乎有內情。我是從總統府嫁過來的，無論我做什麼，都會被人懷疑。有沒有內情，又有什麼用呢？督軍消消氣，莫要錯怪了夫人。這字體，二姨太是想說這字體是我的。看來二姨太對我了解頗深呢，一眼就能認出我的字體。啊，夫人留過洋，是飽學之士，我鼻裡淺陋，這些時日都是以夫人為楷模，適宜多了解了一些。這中間說不定是有什麼誤會，夫人還是向督軍解釋清楚的好。哼，我跟你說什麼來着？這個女人就是總統府派來的奸細，包藏禍心。我讓你遠離她，你偏不聽。既然說到了字體，那我便解了二姨太這個疑惑。我平日裡書寫的是魏夫人的簪花小楷，也就是出賣督軍府信裡的那個字體。這和這信裡是一樣的。這是顏體，這是流體，這是隸書。不同的字體我能寫出10幾種，請問二姨太，我為何會用我常寫的字體去讓人懷疑我？督軍，你認為呢？那今天一大早連心出門的時候說是要去總統府寄信，夫人知道這事兒吧？我知道，是我讓他去的。怎麼了？二姨太是有什麼異議嗎？異議倒是沒有，只是奇怪，夫人說這封信不是夫人所寫的，那夫人給總統府的信又是什麼？對，明知道總統府對南省圖謀不軌，你還跟總統府來往密切，這就是在背叛督軍府。我不管，我要你現在就休妻。你要是不休了他，我今天就死給你看。我不管，我要你現在就休妻。你要是不休了他，我今天就死給你看。娘，這件事情您就別插手了。來人，把老太太送回去。慢着，你活到80歲，我也是你娘。今天這個事情必須要給我一個交代，要不然我就去地底下找你爹，告訴他你個不孝子為了個女人逼死老娘。娘，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您仔細想想，如果這封信不是獄警寫的，又會是誰寫的？為何會知道南省的機密，又為何那麼清楚獄警的筆記？正是，老夫人，冤枉的督軍夫人倒不怕，怕的是督軍府若是存在這樣的隱患，才是讓人真正擔憂的事。不是他還能是誰呀？他都承認了，他的貼身丫鬟去給總統府寄信了。哼，除了他不會有別人。你以為你寫幾個字就是清白的啦？既然老夫人心存疑惑，那就更應該調查清楚，揪出這個出賣督軍府的人。我來時已經讓人圍了郵局。放開我！督軍，查封郵局的時候，我遇到了夫人的貼身丫鬟，便一起帶了回來。夫人，我去郵局的時候，郵局就已經被圍起來了，我就在邊上看了一會兒，張副官就把我抓來了。不用怕，有我在。我讓你寄的信呢？在這兒，還沒來得及寄出去。在這兒，還沒來得及寄出去。
信在此，請督军查验。若我无罪，咱们离婚吧。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奈何青云土，弃我如尘埃。今日是督军第2次用枪指着我了。在南边这地界，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无論在家還是在外，我都給你撐腰。請督軍查閱此信，還我清白。来人，把府內所有的人帶下去關押審問。敢構陷督軍夫人，好大的膽子！督軍，屬下將今日郵局的夥計也帶來了，就在門外候着。到底是誰去郵局送的信？讓他一認便知。帶上來，帶上來！是他，就是他給我的那封信。是他，就是他給我的那封信。你確定你沒認錯？軍爺，小的不可能認錯，他還特意交代，說是督軍府的信，讓小的們留神，別弄丟了。我就說這府上有內鬼，這下真相大白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督軍，你相信我，不是我，我沒有。帶下去審問。督軍饒命！督軍饒命！奴婢也是受人指使的。誰？你一個丫鬟如何能知道南省的機密？便是你不說，督軍也知你是受人指使。我勸你早些說了，免得挨些皮肉之苦。張副官，帶下去嚴審。我是許小姐讓我這麼做的。信言是他給我的，我自認待你不薄，你為何要這樣做？帶下去，嚴刑拷問。等一下，他不是都已經招了嗎？為何還要用刑？我只是想着念在主僕一場的份上，給他一份體面。這個府內的女主人是夫人，這等被處的丫鬟要什麼體面？帶下去。娘，您在內宅也待了大半輩子了，應該明白這府內一些魑魅魍魎的手段。她一個丫鬟如何能拿到夫人的字跡？我看這府內該肅清一下了。這怎麼死了？督軍，這丫鬟趁屬下不備，撞柱自盡了。自己領罰去。是。娘，你別嚇我，醒醒啊，娘！你怎麼了，娘？督軍，娘的病犯了，得快點回去，我好救治啊。娘，您終於醒了。讓他走，我不想看見他。今日你受驚了，先回去歇着吧。那老太太好生休息，我改日再來看你。
看老太太的症狀，不像是生病，倒像是中毒。看老太太的症狀，不像是生病，倒像是中毒。中毒？老太太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這我也想不明白。看老太太的樣子，應是中毒時日長久積累的。夫人，老太太的身體一直是由二姨太照顧調理。方才老太太昏倒前，身邊只有二姨太在。老太太十分信任二姨太，您這話當心被人聽到，老太太寻您的不是。這顧家的水，比我想象中深得多啊。唉，我這把老骨頭不知道還有多少時日，多虧了阿若呀，在我身邊照料，要不然我早去見你爹了。娘，這不過就是一個小病，您何苦說這些？你常年不在家裡，幸虧阿若陪着我，替你在娘身邊盡孝。長庚啊，你要善待她。便是你喜歡那個狐妹子，你也不能苛待了我的阿若。不然娘第一個不答應。娘的話，兒子記着。你記着就好，我這會兒發了，你們兩個退下吧。督军今夜可要留宿，我讓丫鬟們去準備。我警告你，別以為仗着老太太撐腰就敢在本督眼皮子底下耍花樣。督軍，我沒有。我今日念在你對老太太有過救命之恩的份上，我饒你一次。如果再有下次，我會讓你後悔來到這個世上。老太太病了，督軍今晚8成是要在老宅過夜的，要不然奴婢去問問，看看督軍要不要過來。不必，整個顧家都是督軍的，他住什麼地方是他的自由。夫人，今日這事兒明眼人看得出來，誰是幕後主使？二姨太有老夫人撐腰，你不抓住督軍的寵愛，以後誰能替您撐腰啊？算了吧，撐腰這話聽聽也就罷了，放在心上只會自尋煩惱。還有心思喝酒？家裡都哄好了？一個女人而已，何須我去哄？行，我們督軍大人姿態多高，給女人道歉這種事兒，那是凡夫俗子幹的，我們督軍大人是萬萬做不得的。他明知道我介意總統府，他還這樣密切聯繫，今日發生的這事兒，誰能不懷疑他？既如此，那今日夫人讓你查閱他的書信時，你為何不當他面打開？證明你心裡還是願意相信他吧。你有沒有想過，他這麼頻繁地跟總統府聯繫，或許是因為總統府裡有他牽掛的人呢？你什麼意思？她現在嫁給我了，她還牽掛誰啊？哎呀，你先別急着生氣。我之前聽說過一些事情，近些時日看你對這位督軍夫人越來越上心，便專門去打聽了一番。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對她上心了？我不過就是給她一個督軍夫人應有的體面，誰在乎她？是這樣啊，那好吧，看你對這件事也不是很在意，那我就當自討沒趣了。別給我廢話，說。總統府裡
他牽掛的人應該是他的姐姐玉秀格格。他還有個姐姐？督军生氣是因為我私藏的這把槍嗎？說是我跟督軍說，這把槍是我小時候阿姐送我的，督軍會信嗎？據我所知，夫人的姐姐玉秀格格當初因體弱，被送到一位老中医家裡寄養，這才躲過了前朝覆滅時的王孙凋謝。後來不知發生什麼意外，被人送到總統府，那時她才13歲。後來怎麼了？名为收養，实为佳绩。前朝覆滅後，格格的身份對她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總統府用她來招待一些想要籠絡的人，那些人事後都要吹噓一番，格格2個字只會增加他們的談資，讓他們更加的興奮。一群畜生！那時候夫人還小，夫人10歲那年，玉秀格格不知怎的討了總統的喜歡，有了體面，這才將夫人送到倫敦留學，一去就是10年，直到你們成婚前，總統府才以玉秀格格生病為由，將夫人騙了回來，強行嫁給了你。夫人從小被玉秀格格保護得很好，在夫人還沒有長大的時候，便將夫人送出國，以免夫人步他後塵。他或許是帶着目的來的，但一定是因為他的姐姐才不得已而為。你好好考慮清楚，要不要跟他道個歉？阿姐，見字如晤，展信書言。我記得幼時阿姐讓我躲在櫃子裡時，叮囑我閉上眼睛，捂住耳朵，也告訴我，櫃子裡的黑暗只是暫時的，天會亮，黑夜也終將遠去，而今我得遇良人，方知世上有真男人，他會與我撐腰，為我做主，給我尊榮。阿姐，你等我，你護我長大，我帶你脫離苦海。今天的事，对不起，再也不會了。我的槍口哪怕對着自己，也不會再對着你。我幫你把姐姐救出來，好不好？你休息吧，我回去了。夫人，督軍懇求大格格出來，看來督軍心裡還是有夫人的。蓮心，你記住，這世上人心都是算計得來的。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我給他精心設計好的。夫人，蓮心聽不明白。你去跟總督府那邊交涉一下，就說我用一條水路航道，跟他們換個人。玉秀格格，沒錯。你考慮清楚了，一條水路航道會給北邊的軍政提供不少便利。放心吧，我自有打算。那好，交給我就行了。聽說你昨天夜裡回老宅了。昨天還說對他不上心，今天一大早就喊我來，讓出一條重要的水路航道換人，這都不像是你的風格了。難道是昨晚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的？我幫你把姐姐救出來。話多，我懂。夫妻床頭吵架床尾和，就是啊。
你這脾氣该改改了，两口子有了誤会说清楚就好了，哪能动不动就拔枪啊？平白伤了情分。你没事干了是吧？你看，说你还急眼，去跟许元昭那个老东西打個招呼，就說他那個女兒要是再管教不好，他這個南省省長的位置算是做到頭了。跟你說過多少次了，人家已經結婚了，已經有夫人了。南省有多少青年才俊供你挑選？你說你為什麼非要去摻和人家家裡的事兒？爹，我就是不甘心，督軍一定是被那個狐狸精迷惑了。我現在就去告訴督軍他的過往，他一定會厭棄他的。站住！你又想去作什麼妖啊？爹，我都打探清楚了，童玉姐有一個姐姐，明面上是總統府養的義女，其實就是家裡的暗娼，是個人盡可夫的貨色。等我把這個事情告訴督軍，我看督軍還會不會替他撐腰。閉嘴！我告訴你啊，這些話你要是敢說出去，我活剝了你的皮！爹，這個事情是真的，不是我杜撰的。我當然知道是真的，正因為是真的，你才一個字都不能提。這事兒還事關總統府的顏面，所以只言片語都不准傳出去。我已經在顧長庚面前沒了臉面，如果再得罪了總統府，那你們娘倆就跟我一塊死吧！你真的以為顧長庚他不知道這些啊？今天一大早，他寧願給總統府讓出一條水路航道來，也要換取玉秀格格。能讓一向以軍政為主的他開出這樣的條件去換人，他夫人的手段可想而知啊！雲雲，你根本就鬥不過他夫人。我家的二姨太是個廢物，如果我再顧家的，童玉姐早就被我弄死了。我警告你了，你要是再敢摻和顧家的事兒，再敢給我惹出麻煩來，我明天就把你送國外去，永遠不讓你回來，記住了嗎？童玉姐，你給我等着，我不會放過你。你跟他說時間了沒有？說了，只不過夫人也不知道督軍您會提前過來。誰約會不會提前1個時辰？督軍，夫人來了。我要夜渡新人無畏歸舊夢故里，我要夜渡月落枯桑家的思念句，也曾提醒也曾語引我的心。好巧啊，我也剛到。茶都涼了，讓督軍久等了。沒有，我剛到不久，就比你早到一會兒。總統府已經放人了，我本來是想帶他來南省的，但是他說他想去越城。他給你留了一封信，讓我轉交給你。小妹，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坐上南下的火車去越城了。昨日塵案不可追，過往種種我皆已放下。阿姐唯一的牽掛就是你，你如今已經嫁得良人，別讓幼時的貴子困住了你。小妹，一為塵裡3000劫，半剎那間8萬春，走出貴子，才能放下黑暗，擁有光明。
看着淚飄落巷口中，悠悠的風聲，心痛。回憶潛在殘月中，愁思恨愛深，難重逢，沉醉痴人夢。放心吧，我一直都在。今生已不再尋覓逝去的容顏，看戲浪盡花一場，流過往，只剩花間之夢。看，我就说，这个女人手段高明，有她在，督军眼里永遠不可能會看到你。她是督軍夫人，督軍與她情感甚篤是好事。不是我說，怪不得督軍瞧不上你。你們這些舊時代的女子，整日的端着，當真是虛偽至極。那許小姐又強到哪兒去了？還不是督軍夫人的手下敗將。我有上等的家世給我撐腰，你呢？你又有什麼呢？靠着一個將死的顧家老太婆嗎？你的青春還有多少時間？而你的青春一過，顧家的老太婆一死，你就等着在後宅裡看童玉錦的眼色過日子吧。如果許小姐今天找我來只是為了說這些，那抱歉了，顧家的事情恐怕輪不到你來插手。我倒要看看你這副賢良淑德的樣子，到底能裝多久？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看来我们督军大人下午約會得很開心啊。人送到鄴城了？送到了。哎，這玉秀格格跟咱督軍夫人可真不太一樣。哦，姐妹兩個都生得好容貌，只不過這玉秀格格好像大海，仿佛能包容一切。至於督軍夫人，夫人怎麼了？夫人也像，不過夫人這海卻是個暗裡波濤洶湧的海。哎，那天她拿着那封信要清白要離婚，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頂着你的怒氣這樣犯絕。就是個有點脾氣的小女人罷了。什麼暗裡波濤，不過是被冤枉了，受點委屈。甘願嗎？哎，對了，夫人收到玉秀格格的信是什麼反應？她哭了一場。啊？然後，你就這麼把人送回去了？晚上不陪着？你說實話，你們是不是還沒圓房？你是不是閒的你？還真讓我說中了。你們都結婚這麼長時間了，還不圓房？是你不行，還是他不肯啊？也不對，你這姨太太都有的人，怎麼可能不行？八成是他不肯。你個家都沒成的人，整天八卦別人家內宅的事，跟個娘們似的。跟你說真的，你這位督軍夫人可不是一般的千金小姐。她是被捆着嫁過來的，可見心裡的不情願。現在離婚可是時髦的事情，她留過洋，唯一牽掛的姐姐也解脫了，沒有人能逼着她待在督軍府了。你要再不好好珍惜，可真要打光棍了。我怎麼不珍惜啊？只是成親那麼久，我就這樣貿然的去，
萬一他把我給拒絕了怎麼辦？這還是我們威震南省的督軍顧長庚嗎？你竟在胡說！這事兒你不主動，難道是女人主動啊？要我說呀，你現在就回老宅，整個小酒小菜，夫妻2人前嫌尽釋。哎，酒喝到微醺的時候，事兒就成了。我主动？憑什麼我主動啊？我不要面子啊！面子重要還是夫人重要？擇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趁着天还早，你立馬回老宅，今天就把事给办了。今天去会不会太趕了？哎呀！督军怎麼來了？那個，我有點餓。蓮心，去廚房看看，爐子上還煨着湯沒？再讓廚娘做幾個菜送來。是。督军若是還有什麼想吃的，吩咐下蓮心，讓他去準備。準備些酒，還有熱水啊。是。那個，我準備熱水是因為今天下午去了訓練場，出了點汗，身上有些味兒。真是麻煩督军下午陪我出去郊遊，還能分身去訓練場。督軍辛苦了。督军，先洗把脸吧，我去催催廚房，看看蓮心有沒有準備好。夫人的院没用晚膳吗？怎么这個時間傳菜？聽廚房的婆子說是督軍來了，夫人讓人備了酒菜與督軍共飲。督軍還吩咐了，吩咐什麼？督軍還吩咐了燒熱水，看樣子是要留宿在夫人屋裡吧？多嘴！是。督軍嘗嘗，這些菜合不合你的口味？酒烈，督軍吃些菜再喝酒吧。无妨，今日高興，多飲2杯。那你嘗嘗這山間的竹筍，鮮嫩無比。啊，你也吃？我晚餐吃過了。陪我再吃點，你太瘦了。月城那邊傳來消息，你姐姐已經平安抵達，她的衣食住行我都已經安排好了，你不用擔心。謝督軍。你我夫妻之間說什麼謝？我記得上次在督軍府我受傷那一夜，你說你想做什麼來着？中西醫結合，是嗎？沒錯。現在中醫和西醫被時局政治所影響，也變得水火不兩立。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都是為了救死扶傷，病患能減輕痛苦。中西醫各有優勢。我在想，如果能將中西醫結合，那會是醫學史上最大的進步，也能造福更多的病患。為什麼想學醫？阿姐她從小體弱，家裡人聽算命先生的話，將她送去了杏林世家寄養。從此呢，阿姐便愛上了中醫，一直在研究學習。後來去了總統府，這些醫術之類的，也就成了她麻醉自己的寄託。我呢，就跟着學了些。抱歉，
我不知道這些。督軍無需解釋，阿姐都已經放下了。我平日軍務繁忙，無暇陪你。既然你那麼喜歡行醫，我給你開家醫院如何？也沒別的意思，就是怕你在內宅待着無聊，給你找點事兒做。你看二姨太，她名下就有一間中藥鋪子，平時閒暇無聊的時候，她就打理打理鋪子，解解乏。不用了，督軍送給二姨太就行。我呢，醉心醫學，也無心管理。我與威廉也商量過此事，由他來開一家醫院，他負責經營，我只負責治病看病。又是那個威廉。长庚，你這脾氣得改改，動不動就發怒，多傷夫妻情分。督軍，那二姨太名下的中藥鋪是老太太送給她的，我跟她沒有任何男女關係。當初老太太在鄉下染了疾病，二姨太救了她，老太太將她帶回後，未經我允許，直接便納做了姨太太。我根本沒碰過她。督軍是一家之主，有防姨太太也正常，無需向我解釋的。我才不要什麼姨太太，你也別接觸那個洋鬼子。督軍說什麼呢？我不納什麼姨太太，你也別接觸那個威廉。督軍，我跟威廉那是朋友，並無男女之情，而且我們認識那麼多年，若是有情，早就不會等到今日了。你對他無意，我看他未必。男人對女人的心思，我比你清楚多了。督軍，你這醋吃得好沒道理。你是我的女人，我吃點醋怎麼了？你是我的女人，我吃點醋怎麼了？我今天身上有點不舒服，不方便讓督軍留宿。怎麼了？哪裡不舒服？吃藥了嗎？我來月事了。擇日不如撞日，還真是撞了個好日子。我來的也太不是時候了。督軍說什麼？沒什麼。下次不舒服，早點跟我說，不用在這撐着。督軍，你既然不舒服，就躺床上休息。我有上等的家世给我撑腰，你呢？你又有什麼呢？靠着一個将死的顧家老太婆嗎？你的青春還有多少時間？而你的青春一過，顧家的老太婆一死，你就等着在後宅裡看童玉锦的眼色過日子。誰在那？誰在那？你是许曼云的司机？二姨太饶命啊！我是听我们家小姐吩咐的。求二姨太，求我不要告訴督軍。许曼云讓你來做什麼？這個，我這就去告訴督軍。別，我說，我家小姐讓我把這根腐爛的豬仔丟進督軍夫人院子的水井裡。今天你沒見過我，我也沒見過你，聽懂了沒有？這件事若是傳了出去，就算你攀咬我也沒用。我自有顧家老太太護着，而你就等着吃督軍的槍子。若是敢亂說話，連你的家人也保不住。是。童玉锦，怪只怪你命不好，得罪了許曼玉，等你感染了瘟疫，還有大禮相贈。你是我的女人，
我吃點素怎麼了？头这麼燙，怎麼不說一聲？生病了就該休息。沒事的，夫人。院子裡的人都生病了，我們都休息了，誰來伺候你？你說咱們院子的人都生病了？沒錯，起先症狀不明顯，只是有些乏力犯困。今天開始都開始發高燒，他們幾個已經起不來了。那老宅其他人呢？老太太7天前帶着二姨太去寺廟禮佛齋戒了，伺候的丫鬟們都一起跟着去了。現在老宅只有我們。我的氣，我看看。我去通知督军。啊，夫人，我們怎麼了？你們感染瘟疫了。瘟疫？所有角落裡全部灑上硫磺和白酒。这裡。督军，怎么回事？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感染瘟疫？督军留步，现在我的院子已经封禁起来，这瘟疫来势汹汹，不知病因，已经有一个丫鬟高热不退，导致腹腔出血了。督军还是快些離開，不要被感染上。你呢？你有沒有事？我暫時還沒有什麼事。你現在不能留在此處，我已經讓陸行舟去找治療瘟疫的大夫，他跟我回督軍府。你們在幹什麼呢？您當心。老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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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怎麼了？回老太太，夫人院裡的丫鬟感染瘟疫，正在消毒。哎呦，長庚啊，你怎麼還跟他待在一塊兒啊？你快過來，來，沒聽他們說這院子裡有瘟疫嗎？來，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是醫生。這世上的醫生千千萬萬，不止你一個，但我顧長庚的夫人卻只有你一個。顧長庚，你要是還認我這個老娘，你就趕快過來。你跟他待在一塊兒，你是要讓全家人給他賠命嗎？娘，來人，把他院子裡所有被感染的丫鬟全部扔到鄉下去關起來，用過的東西全部用火燒掉。督軍夫人也得關起來，若是有了症狀啊，一同丟到鄉下去。娘，住手！我現在若是跟你走，他們定活不了。我不僅是醫生，我還是他們的主子，他們從沒負我，我絕不能捨棄他們。娘，他們只是生病了，不是犯了死罪，這病能治。您若是將他們扔到鄉下去，缺醫少藥的，他們定活不了。難道你為了幾個丫鬟，就讓全家人冒着被感染的風險嗎？不用全家，只需將我這院子封鎖起來，不再進出，只需要半個月，便會有所好轉。荒唐！幾個丫鬟的賤命沒了就沒了，若是瘟疫被傳播開，你擔得起嗎？老夫人，您也是齋戒信佛的人，這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眾生平等，這明明能救，您卻讓他們等死，難道這丫鬟的命就不是命嗎？你敢頂撞我？你長庚，這個家還有沒有一點家規家法？來人，把夫人的院子封鎖起來，連同夫人一起，半個月之內不得進出。娘，您帶着二姨太去督軍府暫避，我留下來陪她。長庚啊，這可是瘟疫啊！這女人沒了可以再娶，你要是得了瘟疫，你讓娘怎麼辦呢？我娘，她既選擇嫁給我，我便要守護她一輩子。這世上女人有很多，但我顧長庚的妻子只有一個，她在哪我便在哪。如今她說這瘟疫能治，我信她。我陪你在此處。今生已不再尋覓。
去的容顏，嘆息，冷清花一場，有過往，只剩花間之夢。寂寞換鸳鸯，相望，是我在做多情種，今生已不懂，人憔悴。你们先去忙吧。言语中，督军，你这又是何苦？你不懂医术，面临瘟疫也束手无策，不该陪我留在这里。你自己亲口说的夫妻一体，你忘了？我虽不懂医术，但我却懂人心。我若不在这里，你这一屋子的丫鬟，说不定会缺医少药，到时候医师也供应不及时。我在此处陪你，誰也不敢耍花樣。我说过给你成药的话，永遠作數。督军，这是我做的灭菌手工皂，一定要记得按时洗手。我還熬了4君子湯，可以增加抵抗力。我若顧不上督軍，督軍記得要按時用藥。我堂堂南省督军，身強體壯，用不上這個。這瘟疫可不認得誰是督軍，要是不好好聽着，小心給你打針。我聽說，這洋人打針都是在屁股上打。童醫生，這是真的嗎？我去看看蓮心他們。等一下，這是什麼東西？回二姨太，這是夫人院子裡的衣物和用品，全部帶去郊外焚燒掩埋。這都7、8天了，督軍在裡面情況如何？除了一個丫鬟病重，其他人都穩住了。那夫人呢？夫人和督軍防護得當，並未感染。二位也都辛苦了，你們把東西放在這兒，回去歇着吧。我讓下人們去焚燒。你們身兼護衛民眾之職，還是少接觸這些，千萬別被感染了。多謝二姨太體恤，我們這就把東西抬到車上去。二姨太真的是體恤我們這些下屬。督軍真有福氣，有二姨太這樣的賢內助。唐玉姐，你竟然還懂醫術，倒是小瞧你。瘟疫你治得了，不知道瘟疫加麻疹，你治不治得了？哼！把這些衣物扔在城中街頭巷尾，扔分散一點。是。等城中的百姓得知是你這個督軍夫人一意孤行，不肯去鄉下隔離，才導致瘟疫大面積傳染時，我看你這個督軍夫人的位置還坐不坐得穩？督軍，忙了好些天了，明天就可以出門了。好不容易得閒，怎麼不早點睡呢？在想心事。想什麼呢？這個病我從前染上過。什麼時候？去國外的第2年。怎麼染上的？被國外的小孩欺負，把我推下河，嗆了水。那是一條浮水河，河裡常見腐爛的動物。
那欺負你的那些人呢？病好之后，我用枪打穿了他推我的那只手，用阿姐送我的那把枪。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惹我了。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理和尊严只在枪口的射程内。那时候你病了多久？谁在照顾你？没有人照顾。阿姐给我找的那对伦敦老夫妻出了远门。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要死了。高烧躺了几天之后，我爬着找到了一塊乾硬的面包，我一點一點的啃，我心裡就一個想法：我要活下去。阿姐還等着我去救她。這種病是喝了符水的緣故，他們跟外界沒有接觸，用的水都是從院中那口井裡面打上來的。當發現蓮心他們染病的時候，我就知道不對勁。怎麼回事？督軍，你不覺得奇怪嗎？整個老宅上下只有我院中的丫鬟感染瘟疫，可偏偏感染潛伏期的那幾天，老太太和二姨太出門齋戒禮佛，不在家中。來人！回督軍，果然如夫人所料，那口井裡打撈上來一頭腐爛的豬仔，就放在院中，腐爛程度很嚴重。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在督軍府幹這樣的勾當！要是別的還真不好查，是豬仔的話就容易了。尋常人家有餘糧養豬的不多，即便是養的豬，死了豬仔也不捨得輕易丟掉，肯定會賣掉換些銀錢。查出來試試，我要生剝了他。是。娘，我都說了，玉錦醫術很好的，等有空讓他給您診診脈。我可擔不起，我這把老骨頭啊，還想多活2天。娘，前段時日，您突然出去禮佛齋戒7天，是自己心血來潮，還是有人撺掇？娘，前段時日，您突然出去禮佛齋戒7天，是自己心血來潮，還是有人撺掇？長庚他從小就不喜歡這些和尚道士的，他對阿若不親近，要是告訴他是阿若讓我去，只怕他更嫌棄阿若。你整天打打殺殺的，娘這心裡呀，總是不安穩，專門找人吶，去打聽了一個靈驗的地方，去給你祈福7天。那還真是湊巧。督軍，按照您的意思，屬下把這城中養豬的都問了一遍。城東土夫家裡一窩豬崽子悶死了一隻，拿早市上去賣，被許曼雲的司機買去了。督軍，冤枉啊！小的買了豬仔回去，是因為便宜，給一家老小改善一下伙食。你信不信我現在就送你一家老小去地府團聚？督軍饒命！是許小姐讓我這麼幹的，小人的家人全然不知，求督軍饒了他們，饒了他們。還有誰知道這件事？沒人了。許小姐叮囑小人做的隱秘，只有小人一人知曉。張副官，提出去燒，別髒了夫人和老太太的眼。是。督軍饒命啊！督軍啊！我錯了，督軍饒命啊！督軍啊！成哥，你要去哪兒啊？許家。成哥，爹，我不想嫁給那個紈絝子弟，他跟督軍比可差遠了。胡鬧！顧長庚已經娶親了，難不成你還要給他做姨太太不可？
我可都听說了，那个女人染上了瘟疫，现在院子都封了。督军大驾光臨，许家真是蓬蓽生輝啊！督军，這是何故啊？曼曼若是做了錯了什麼，我替你教訓他就是了。刀槍無眼，可莫要走了火呀，督軍！敢在我夫人院子的水井丟腐爛的豬菜，你好歹毒的心機！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許曼雲，你的司機呢？他誣陷我，你把他叫過來跟我对峙，沒有證據，就算你是督軍，你也不能誣陷我。你消息，我顧長庚殺人要什麼理由？要什麼證據？督軍，冷靜啊，別衝動，你先消消氣啊！孽障，還不跪下來給督軍道歉，求督軍原諒！督軍這麼生氣，是因為那個女人嗎？我愛了督軍10年，到頭來還不如一個督軍相識不到1年的女人。愛你，他那樣子的人，他會有愛嗎？他從小經歷國破家亡，他親眼看着自己的姐姐在總統府被各種男人凌辱，他就是長在陰暗中一朵有毒的花。他這樣的人心裡只有恨，他會愛上所有人，但唯獨不會愛上你。月月，月月，王八蛋，你敢殺他！督軍。你会離開我嗎？你會離開我嗎？督軍，怎麼了？回答我。不離開。督軍，你快鬆手！張副官來了。督軍。督軍，不好了！剛才有人來報說，城中發生了瘟疫，這幾日城中醫館人滿為患。那些洋人開的醫院，一聽說是瘟疫，全都關門，不再接收病人。城中怎麼會有瘟疫？病源還沒有查清楚，病患很分散，城東城西都有，像是一夜之間爆發出來的。而且有傳言說，瘟疫就是從夫人院中傳出來的。若不是夫人不肯去鄉下隔離，也不會造成全城瘟疫。病人都是什麼症狀？還不清楚，有的患者會出現高熱，渾身出紅疹，重症者還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潰爛。不對勁，帶我去看看。是。去，還是搶吧。害怕，早點搶到。走，給我來一份，我要一個。謝謝，要我先來的。哎，那邊是做什麼的？城裡生病的人太多了，醫館趁機哄抬價格，很多吃不起藥的人都病死了。那給我什麼？幸虧督軍和二姨太謝謝，我還要一份，快！他聽說這件事後，就通知城中吃不起藥的百姓去他的藥鋪購藥。不跟你說了，不然搶不到了。哎，謝謝。來，還有我，給我來一下，給我大家不要搶，每個人一包，所有人都有。我是回春堂的東鄉，督軍府的二姨太，大家請放心，我一定會救治大家的。這是好人吶，這是好人啊！謝謝，都快起來吧。謝謝，都快起來吧，快起來，快起來。你是大善人吶！督軍，我今日聽聞城中百姓感染惡疾，就想着出一份力，希望能幫到督軍。
這樣不行，生病的沒生病的，因为抢药都聚集在一起，这樣只會讓疾病傳染得更廣泛，不僅是幫不上忙，還添了不少亂。難道夫人要看着城中的百姓受瘟疫折磨而見死不救嗎？我自小學習醫術，醫經上的第一句話便是醫者仁心。我做不到看着病患受折磨而袖手旁觀。你想要做善人，沒有人能阻止你，但是你要以傳播自己美名的幌子，讓疾病傳播得更廣泛。這不是善，這是惡。督軍，我也是希望盡一份力為南省做一點事。現在醫館都在昏塔藥價，百姓們吃不起藥，被病痛折磨而死。我實在是不忍心看到這樣的人間煉獄。你想做大好人，你可以把藥全部給張副官，假惺惺在大街上博美名，接受百姓跪拜，真以為所有人都是傻子，看不出你的小九九。正好，你就在這藥鋪待着，千萬別回老宅，省得把病傳給老夫人。督軍，我也是一番好意啊。她就是督軍夫人，就是她帶來了瘟疫，不能讓她走啊！是啊，就是她！你谁敢過來？快跟我走！别过来！放開！夫人院裡的瘟疫是許省長的千金許曼雲投毒所害，許曼雲已經伏法。至於城中的瘟疫，本督自然會查清楚。再有鬧事造謠者，一律當奸細處置。開車！大姨太，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大家放心，我一定不會放棄大家，一定會盡全力救治大家的。等我治好了這場瘟疫，一定讓你們刮目相看，看你們到時候還護不護得住那個女人。督軍，你沒受傷吧？沒有，不用擔心。那就好。為什麼嘆氣啊？這次的瘟疫有些麻煩，我原以為跟連心的一樣，剛才我看他們皮膚都開始潰爛，只怕還有其他的病毒交叉感染了。督軍，看情況，這次瘟疫只怕會傳染範圍極廣，百姓們缺少藥物的情況下會生亂子，督軍要加強戒備。你能治好嗎？你能治好嗎？我不確定。放心去做，我相信你。督軍，要控制病情，需在城外設一處收容點作為隔離區。病患眾多的情況下，不能指望他們像我之前閉門不出，他們沒有這樣的自覺。好，過些天我有事要忙。張副官和陸行舟全力配合你。那我先走了。回督軍府，找個軍醫過來。督軍，您受傷了。這件事情先不要告訴夫人。我看他對這次的瘟疫沒把握，那就不要讓他平添擔憂了。希望夫人能明白您的一片心意。這裡疼嗎？這是你的藥，謝謝。下一位，今日可有高燒不退，按我的方子抓藥。謝謝，謝謝二姨太。二姨太。
天哪！威廉，第一批抗菌素提取成功了，可以用在瘟疫治疗当中了。我熟悉的那个公主，她回来了。你看，督军，夫人研究出来治瘟疫的药了。督军，你怎么病得这样重？大夫呢？我知道，他一定能做到。我这就去找夫人来给您治病。夫人现在何处？夫人去城中医馆，让大夫把病患送去城外的隔离区，统一治疗。徐明不开化，未必理解他的善意，只怕会将他当成抢生意的人。不行，我得去一趟。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家里有病故的亲人，要通报官兵，集中焚烧隐埋。若是有自行发丧，严惩不贷。这还有没有人性了？把人拉到野外，焚烧掩埋，还在尸体上面附上一层白石灰，这让人死了都不能投胎啊！小声点，这都是督军夫人的意思。我们小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督军真是瞎了眼了，放着二姨太这样善心的女人不要，竟然要那样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就是。城外隔离区有治瘟疫的药物，重病患者优先。药！这药在哪裡领啊？是收银钱的吗？夫人说了，免费医治，不过要去城外隔离区治。啊，督军夫人的药，那不要了，指不定是什么害人的药。督军夫人的药，那不要了，指不定是什么害人的药。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污蔑夫人！住手！时间紧，任务重，还有很多病患等着。是。听说夫人有治瘟疫的药了，恭喜恭喜啊！那也比不上二姨太啊，人心人术，悬壶济世。不敢当夫人的赞，只是没有剁了督军府的名头，暂时稳住了众人病情罢了。希望如此吧。夫人，他们一听要去城外的隔离区治疗，都不肯配合。还我儿子命了！都是这个女人说什么隔离区能治病，我的儿子去了，结果我儿子当天晚上就死了。这晚上就死了？他就这么活生生的死在了我的怀里呀！他们连我儿子的尸体也不放过，把我儿子焚烧了，烧完后还扔到石灰坑里埋了。就是怎么这样？丧良心、爱钱刀的东西，还我儿子来！活人命来！阿婆，你的儿子送到隔离区的时候都已经是重症了，大夫都已经尽力了，此后不及时焚烧，会传染给更多的人的。我呸！是你们说隔离区能治我儿子的病，可我儿子却死了。早知道你们这样没良心，我们就去回春堂找二姨太治疗了。阿婆，你儿子如果知道您现在这么伤心难过，也不会瞑目的。亡故的人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呀。给，您拿着。以后生活上有任何問題，隨時來回春堂找我。二姨太大善人啊！阿婆不要這樣。我老太婆悔呀，我悔不該把兒子交給他們。我呸！惡毒的女人，你會遭到報應的！讓人打死我！不養毀了我兒子！哎呀，就是呀！你不能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夫人從教堂醫院裡收購了所有的盤尼西林，用來治療患病者，分文不取。又為了提取抗菌素，幾天都沒睡個好覺。夫人跟你們非親非故的，若不是她心懷大義，何必管你們呢？好了，是你們說隔離區能治好我兒子的，
把我们诓去了，我儿子却死了，你们丧良心呐！丧良心，丧良心！什么杜鹃夫人？丧良心！就是，怪不得那么多学医者都弃医从文，原来再精湛的医术也救不了愚昧的灵魂。你知道你的兒子是怎麼死的嗎？你的兒子是被你害死的。你放屁！我怎麼可能害死我自己的兒子啊？是你的無知害死他，是你的愚昧害死了他。從瘟疫開始到現在，我一再跟大家說，一旦有症狀，第一時間送去隔離區。可你們呢？我讓人上門詢問，你們卻說家中無病人。等到實在瞞不下去了，就將病人送到各個醫館，拖到病人內臟潰爛，回天乏術。哼，才想到隔離區，人死到了隔離區，卻說我致死了你們的家人，真正害死他們的是你，是你，還有你，還有你們，害死他們的是你們，把他們送上了死路。那听夫人这话的意思，凡是不听你話的人，都是自己找死了。沒錯，凡是不聽我話的人，他就是在找死。他真是狂妄了！這個最是杜鹃夫人，就可以斷人生死了。就是啊，憑什麼呀？想做神醫，也要有那個本事才行。沒錯，我就是有這個本事。我好好跟你們說話的時候，你們不聽，那現在就聽好了，不跟着我去隔離區，那就只有一條路，等死。哎呀，少聽他嚇唬人，說話他就是為了自己，在督軍跟前的面，所以故意跟二姨太打擂台。隔離區都焚燒了多少人了？誰敢去啊？是啊，誰敢？我敢呀！哎，我敢跟他去隔離區。督軍不可，隔離區都是重症將死之人，您不能去。張副官，拆了回春堂，還有這些人全部抓到隔離區，凡不配合者，火燒掩埋。是。傳我軍令，凡是家中有病患者，不送去隔離區的，直接抓去火焚。我夫人給你們講不通的道理，本都用槍來告訴你們。凡是家中有病患者，不送去隔離區的，全部拉去火焚。夫人給你們講不通的道理，本都用槍來告訴你們。快走！督軍，督軍也染上了病症，為什麼不派人來跟我說？信陽是要階段，我不想打擾你。你剛才那麼做，就不怕別人說你是暴君嗎？暴君也不是誰都可以當的，剛好我有這個資格。我之前，督軍。你又救了我一次。哎呀，做什麼一驚一乍的？二姨的，你的脖子。怎麼會這樣呢？快去找藥，按照我的藥方子去切藥，快去啊！我不是讓你去買童玉姐說的盘尼西林嗎？藥呢？買不到，為什麼要回來？所有要人開的一款盤尼西林都被一個叫威廉的人買走了，教會醫院裡也沒有。整個南省所有的盤尼西林都在隔離區，
童玉锦，二姨太，不如就向夫人服个软吧，她不会见死不救的，这病真的会死人的。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向她服软？她童玉锦凭什么？她不过是有个假洋人威廉的帮忙，她凭什么？我让你现在就去买药，你就算是去偷，也要把药从隔离区偷回来。去呀！督军醒了吗？回夫人，醒了。督军，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再高烧，看来是大好了。不对，我还是感觉有些头晕乏力，我刚才还有些犯恶心，你不如再帮我看看。那我看看你的斑疹退了没有？斑疹都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碍了。童医生，你再帮我看看，我还是觉得心慌得很。督军，坐等。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什么都没看到。这两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说吧，什么事？报告督军，在隔离区的药品库抓到了二姨太的丫鬟。去看看。督军饶命！督军饶命！说，来这里做什么？张副官，是，把他带去焚了。是二姨太让我来的，二姨太染上了瘟疫，皮肤已经开始溃烂了，吃了自己开的药也没有用，这才让我来这邊偷拿一些药回去。既已感上瘟疫，为何不来隔离区？二姨太在城中一整半个月，博了個神医的名頭，怎麼可能會來此處求醫問藥？就連前些日子被強制抓過來的病人，都在說是前些天回春堂治好的，不過是碰巧被夫人撿了漏，一點都不念夫人的恩。蝶心，你回去告訴二姨太，要想治病，來隔離區，當眾給夫人磕3個響頭，說求夫人賜藥。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否則就等着病發身亡吧。不可能，這絕對不是督軍的意思。是不是他？是不是那個女人讓你這樣說的？不是的，奴婢親耳聽着督軍這麼說的，千真萬確啊！不可能，不可能的。老太太呢？我要去找老太太。老太太被督軍送回鄉，病瘟疫了，這會兒不在城中。夫人，我就不能再多住2天嗎？這裡是疫區，督軍當這是舞廳嗎？還流連忘返的。哎呀，我覺得我這頭還是有點疼，我是不是還沒好徹底啊？這樣，你再帶我回去給我檢查檢查。督軍，你真的該回去了。城中軍政事務繁雜，離不開督軍。這邊我忙完之後，我就回去了。那你在這裡照顧好自己。你記住，你先是自己，然後才是醫生。你看你這幾日已經瘦了一大圈了，要是回去發現你更瘦了，我會罰你的。夫人，我們該圓房了。夫人，我們該圓房了。終於可以離開這鬼地方了，像坐牢一樣。回去以後啊，我先去給回春堂送個匾額，感謝二姨娘妙手回春治好了我們。我們被抓來的時候啊，說不定都快被二姨娘治好了。這女人只會撿漏，不知道給我們身上打了什麼。算了，懶得跟他們計較。
站住！閒雜人等不得靠近。二姨太，您怎么来这兒了？您是不是也知道我們都被您治好了？求見督軍夫人。二姨太，您怎麼求這個女人啊？她除了會仗着督軍壓人、搶功勞，還會做什麼？怎麼回事？什麼病了吗？回来了，他怎麼回事？患病了。求夫人救我！哎呀，二姨太怎麼也感染了？二姨太不是自己会治病嗎？莫非？求夫人赐藥。我可以治你的病，不過你回去後要拆了回春堂的匾額，再不可用医術行招摇撞騙之事。還有，需向被你誤診丟掉性命的患者家屬道歉。都聽夫人的。快点！夫人回来了！快点！夫人回来了！夫人！欢迎夫人回来！夫人回来！督军，这些都是你弄的？怎么会是我弄的？百姓们自發組織的。謝諸位父老鄉親了，治病救人本就是醫生的職責，大家就快回去吧。回去後將家裡原來的東西按照我說的方法消毒清理，如果再有病死的家禽家畜，一定要焚燒掩埋，免得造成傳染性的疾病。好，都聽夫人的。彭玉锦，你害我名聲掃地，我不會放了你的。讓你調查的事兒可有眉目了？屬下去尋訪了幾家，發現最早感染瘟疫的那些人家都在城中的街頭巷尾撿到過一些衣物，屬下去看了看，是夫人院中丫鬟的，這些本該被銷毀了才對。這就怪不得了。那負責銷毀衣物的那兩人呢？那兩個人也感染了，之前在回春堂求醫時病情加重，沒來得及去隔離醫院，人就不行了。好一個死無對證！好一個死無對證！督軍去哪兒？殺人償命，這樣的人死不足惜。督軍定的死罪可以不用理由，那老太太那兒呢？他對老太太畢竟有救命之恩，你若不由分說的殺了他，定會和老太太之間生了嫌隙，老太太也會認為是我挑撥督軍的，這心結怕是再也解不開了，請三思啊，督軍。那難道就這樣算了？也未必啊，督軍若是聽我的，事成之後老太太定然不會說什麼的。好，聽你的，從今往後都聽你的。督軍來了。這位是？這是當世大師，前朝宮廷的御醫，有一半都是先生的徒弟。今日偶逢先生來南省，我便邀他來家中，給您把個平安脈。先生，快請上座。既然是客，就別讓客人累着了。老太太的身體一向平安，就不麻煩他老人家了。無礙，不過是順手的事兒。老太太的身體一直由我照料着，您有什麼想知道的，直接問我就行。老太太就在跟前，我號號脈，便知道了。再勞累到您和老太太了。不，你推三阻四的，莫非老太太的脈象有什麼異常？莫非是老太太的脈象有什麼異常？還是你覺得我的醫術不如你，不配給老太太治病？怎麼會呢？我只是怕累到您。老太太，督軍大人關心您的身體，專門讓我來給您號個脈。好，先生勿怪，兒媳她不懂事兒，也是因為擔心我，您別放在心上。兒媳？
那这位是姨太太了。啊哈哈哈，哎，她是督军夫人，只不过我们家不分那么清楚，我把他们都当亲孩子一样对待。老太太，尊卑有序，嫡庶分明，这若是颠倒了，可不是兴家之兆啊！老太太，别嫌我话多。先生，我娘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吗？你方才说老太太的身体是你调理的啊？老太太体内毒气积累，你为何不提啊？许是我学艺不精，忍不出先生说的这些。怎会忍不出呢？像老太太体内这樣的毒素，非1日2日能形成，至少有3年之久。3年？3年前不就是阿若刚进门的时候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督军，我自从进门之后，我一直尽心尽力的服侍老太太，我并不知晓先生说的这毒气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督军勿急，督军勿急，待老夫看一看老太太平时吃药剩的药渣，便可知晓。老太太平时熬药的药渣都被厨房倒掉了。二姨太做事向来谨慎，这开的方子用的药，旁人都无法插手。不过今天早上厨房清理药渣的时候，我让连心和张副官将那药渣收了起来。我知道二姨太又想说，万一是我诬陷你换了药渣呢？所以我才让张副官陪同。张副官对督军的忠心，无需多说吧。二姨太还有什么疑惑吗？督军，您看，老太太中毒的原因找到了。此药有毒，长久服用，身体必垮。我看老太太的脉象，应该是常年處於中毒後再吃藥調理的狀態，讓老太太繼續依賴下毒之人。督军，老太太還在此處，不得見血。你們處理家務事，那老夫就先告辭了。先生，我送送您。小哥哥，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老太太是中毒了，才讓人請了我來？為什麼不直接跟老太太和督軍講呢？老太太對二姨太十分依賴，若我直接說老太太中毒，只會被老太太誤認為是內宅婦人爭風吃醋耍的手段。先生您說出來就不同了。我們的小哥哥長大了，玉秀哥哥前些時候去看我了，你們姐妹如今都好好的，我呢就放心了。他聽說了南省這邊瘟疫的事情，說過段時間得空了就來看看你。你這歹毒的婦人，老太太何時虧待過你？督軍府給予你尊榮和體面，你竟如此忘恩負義。可笑，真可笑。我進督軍府3年多了，3年多了，你連碰都不肯碰我，這算什麼尊榮和體面？我大好的青春年華，就這麼一日一日的蹉跎在這深宅大院裡，浪費在一個老太婆身上。每天夜裡，
我聽着肩上的鋼骨聲，杜鹃，你知道那滋味有多難熬吗？他童玉琴到底比我强到哪兒了？凭什麼他一進門就能得到督军的独寵？督军甚至连半個眼神都不分給別人。我今天就告訴你凭什麼。凭他做不出你这等下作的勾当，凭他无論如何都不會通過傷害一個無辜人的生命去為自己鋪路，憑他品格高尚，為人善良，不說給老太太下毒，單是故意制造瘟疫，造成南省上萬百姓和官兵的死亡，槍毙你100次也不夠。你打死我呀！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死在你手裡我也認了。老太太，娘，我娘她怎麼樣？快扶她去屋裡躺着。你什麼時候知道老太太中毒的？上次被冤枉給總統府寄信的時候。那個時候怎麼不告訴我？我是從總統府嫁過來的，一言一行都會惹人懷疑，再加上老太太一直厭棄我，我就算說了也不會有人信。以後無論什麼事你都可以對我說，我信你。打死他！不杀他！打死你！打他！打他！打他！骗子！打他！我告訴你，打他！对打！打他！打他！骗子！打死你！不打好死！小妹，看到他如此待你，給你尊榮，我就放心了。小妹，放過自己。要怪，就怪阿姐小時候沒有保護好你，讓那個櫃子鎖住了你。阿姐，不怪你。如果沒有阿姐，我不知道自己會落到什麼田地。你看，如今我們雖然不是格格了，只是普通百姓，在南邊也能安居樂業。很多事情不用阿姐說，你也知道。朝廷還在的時候，國弊民窮，3、5步變一個大煙館，處處都是癮君子。面對洋人的挑釁，朝廷裡的那些男人們，哪個不是跪着說話的？你再看看現在，整個南方在他的治理下，民富兵強，即便是有洋人在這裡做生意，也都是規規矩矩的。小妹，跪着的民族沒有尊嚴，沒有尊嚴的民族任人欺凌。他做得很好，他有一個男人該有的擔當和責任，也有一個上位者該有的血性和氣魄。裕王府的事情不怪他，是時代洪流的淹沒，就算不是他，也會是別人。小妹，放下吧。哎，這不是玉秀格格嗎？啊，好久不見，太巧了，今兒個在這兒能見到你。哎，總統府那夜一別，我可想你想的厲害啊！只要一想到你那哀求的哭泣聲，哎呀，就食不能寢，夜不能寐呀。督军夫人，這位是軍需處的處長，您消消氣啊，就算給我個面子，
少他这一次啊！你敢动我，你就不怕总统带兵攻打南省吗？小妹，你冷静一点。他该死！小妹，宋阿姐求你了，快住手！来，想什么呢？这么認真？沒什麼，我正在想明日帶阿姐去哪裡轉。這個好辦，交給張副官，他會處理的。明天的事明天再想，我們先想想今晚的。那個，我們倆還沒圓過房呢。我們倆還沒圓過房呢。督軍，今天不太方便，我來約室了。又來了。沒事，我等得起。林星，去給夫人煮碗薑湯水。是。今晚我還有些公務要處理，你喝了薑湯水，不用等我，自己先睡。夫人，你月事不是刚走吗？夫人，玉秀格格那邊的丫鬟過來傳信，說玉秀格格晚上去完園子後就沒有回去，到現在人還沒找到。你說什麼？你說什麼？玉秀格格消失了？總統府那夜一別，我可想你想的厲害呀！只要一想到你那哀求的哭泣聲，哎呀，就食不能寢，夜不能寐呀！宝贝兒，可算被我弄來了。我告訴你，今天老子要玩死你！督軍，不好了，夫人姐姐不見了。夫人呢？夫人直奔總統派來那個軍需處處長的別院去了。走，是。你怎麼進來的？玉姐，夫人不要！先生，我夫人她怎麼樣了？夫人她一時失了神志才暈厥，這個無礙，只是她氣滯血瘀，心脈鬱結，長此以往可不好啊。那這可有藥治？心病還需心藥醫，這個老朽也無奈。我開的這些方子，夫人想必也都知曉，便不開了。唉。如果那把槍裡還有子彈，你也會毫不猶豫地開槍，對嗎？其實你什麼都記得，你只不過一直在誆騙我，是嗎？许省長，這是要去哪兒啊？哦，那個我陪夫人走個親戚。這督軍，你這是什麼意思啊？走。
回督军，搜出许元昭跟总统府交易的票据。许元昭利用省长之便，为总统那边提供走私的大烟共计25货轮，由北方军需处处长负责接货。督军，许元昭，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敢在我的地盘交易大烟！督军饶命啊！都是总统逼我的，我也是被逼无奈啊！督军，督军，我说过。我们国家要是再出现大烟，再有人抽一口，我杀他全家。督军，我錯了，我以後再也不敢了，求求你給我個機會。老爺，你先下去吧，這裡有我。是。來，有血腥味兒，有血腥味兒。哦，我今天崩了血症，忘了換衣服，我這就去洗一洗。長庚，不必了，現在很好。你不想？我發現許元昭跟總統府那邊有勾結，私下裡做大煙的交易，北方民眾病弱者皆是，就是這大煙害的。我準備出兵攻打北邊了，那些無名的政府只會斂財害了老百姓，導致整個國家都四分五裂。你做得很好，還不夠呢，再等我一下，等我打一個天下，還你一個太平。好，我信你。督軍，你還記得我們成親的時候嗎？當然記得。好像沒有拜天地吧？對不起，是我虧欠你了。不虧欠，督軍，再娶我一次吧，在我們第一次成親的那個教堂裡。你說什麼？再娶我一次。來，夫人笑一下啊！督軍靠近夫人一下。好嘞。督軍，我今天漂亮嗎？漂亮。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今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督軍，來。督軍。阿杰的傷養好了，他已經離開了。我知道。你什麼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我要殺了你？知道。你既然知道，為什麼要來？為什麼還要喝下這杯酒？因為你病了，沒有藥能治你的病。是嗎？所以就用你的命來治我。如果你想要的話，盡可拿去。這是你送我的槍。這是你送我的槍。開始是你用槍指着我，現在結束是我指着你，很公平。
小时候你偷偷跑了，那個時候你就已經想着，終有一日要回來復仇。是啊，那個時候你就應該殺了我，這樣我就不用再經歷之後的事情了。你體會過躲在櫃子裡是什麼滋味嗎？你知道男人興奮時發出的聲音有多惡心嗎？你知道櫃子裡的那個孩子是如何挨過無數個黑夜的？阿姐跟我說，讓我捂着耳朵，我沒有，我全都聽到了。我聽見我阿姐強忍着不出聲，但是被痛苦折磨，忍不住發出聲音。可是憑什麼是他？憑什麼是他？他才13歲，王朝覆滅的那座大山，憑什麼壓在他的身上？阿姐跟我說，讓我放下仇恨，我怎麼能放下？我一次又一次告訴我自己，我要放下仇恨，我麻痹我自己，這些仇恨都已經過去了。可是又有劊子把我鎖起來了，我又走不出來了。顧長哥，你告訴我，你說我怎麼能不恨？可是我發現我已經愛上你了，每次只要看到你，愛恨就像兩個極端，狠狠地把我撕開。好幾次我都想殺了你，這樣櫃子的門就打開了，我就不用困在裡面了。你為什麼不動手？殺了你，就會出現更多的阿姐，出現更多的我。你死了，南邊會陷入混戰，海關會失守，大燕會再次盛行，百姓窮困潦倒，流離失所，賣兒賣女，亂世人命如草芥，女兒命更賤。小小年紀就被送去服侍人。玉姐，為什麼不能跟我好好的過下去？我不是都答應你了嗎？我會打下一個天下太平，送你一個太平盛世。連心，玉姐，玉姐，玉姐，送他出去，送他出去！玉姐，你要幹什麼？童玉姐，童玉姐，你是不是要做傻事？童玉姐，童玉姐，你到底要幹什麼？哥哥，连心，放我下去！你主子瘋了，你也跟他一起瘋是不是？連心，住手，把我放下去！你敢帶我出去，老子殺了你！放我下去！长哥，我無法恨你，也無力愛你。死去無情，唯有生死摘笑。玉姐，你看，玉姐，童玉姐，放我下去！你主子瘋了，你也跟着一起瘋，是不是？放我下！心落在苍浪中死去，玉姐，还会在灰烬裡受傷，難忘纏綿細雨，用你笑容為我祭奠，讓心在燦爛中死去，讓愛在灰燼裡重生。烈火燒。湘軍都收編好了，已經收編好了，過些時日就調遣到閩州做海上訓練。軍需呢？軍需是由陸公子負責的，但是陸公子抱怨頗多。他抱怨什麼？陸公子抱怨他的大好青春都被杜鵑給耽擱了，寧扔給他一堆內務，耽誤他娶妻生子的時間。就他那眼光高的，給他時間他也找不到。多久沒回家了？大半年吧。連心該生了吧？這個月月底。回去吧，軍隊的事由我盯着。
真的？那就辛苦督军了。去吧。玉姐，总统府灭亡了，曾经伤害过你阿姐的人我都处理了，你能原谅我了吗？你解脱了，却把我永远锁在了那个教堂里。在旁让我抓到了，可是要打屁屁的哦！不好好听秀秀老师的话，竟然偷偷跑出来玩，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玉姐，那邊有個男人在看你。像一束光，刺進荒涼。又淘氣了，走吧。孩子，那孩子，玉姐。是不是你惹阿金老师傷心了？阿金老師怎麼不高興了？有個男人一直盯着阿金老師看，把阿金老師看生氣了。哦，原來是福利院的孩子，我還以為……小妹，發生了什麼事？傍晚回來後你就失神落魄的。我看到他了。誰啊？顧長庚。督軍也看見你了。阿金老師，外面來了很多兵，都拿着槍。張副官。夫人，是顧長庚讓你抓我回去的。督軍讓我們來保護夫人的安全。督軍說了，夫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夫人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們不得干預，更不得過問。督軍，怎麼樣？他說什麼了嗎？夫人什麼都沒有說。他沒問問我？沒有。也是，他3年前選擇那樣決絕的方式死遁，就是為了不再見到我。那個威廉呢？還在福利院？在。都這麼晚了，他還留在福利院做什麼？顧長庚已經表態，凡事不再為難你，強迫你。你不用太擔心了，早點休息，我得回去了。威廉，帶我去英國吧。你這算什麼？逃兵嗎？就算你逃到了英國，就能忘記他嗎？總是會忘記的。會的。都傷懷3年了，現在好不容易人找到了，你不去把他追回來，在這喝悶酒有什麼用？別管我！到底是為什麼？他寧願死，也不想跟你在一塊兒。少帥，裕王府的人全燒死了，就跑出來個小女孩。娘。少帥，總統說裕王府的人一個不留，一個不留。總統這是要絕了皇室的後，竟然要一個不留。少帥，這孩子怎麼辦？裕王爺是皇室最後一個有骨氣的王爺了，他的遺孤應當善待。現在回去藏幾天，等裕王府的事情平息了，送好人家養着吧。是。這些話你跟他說呀，你要嘴有什麼用啊？畢竟是我帶兵攻破了京城，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如果把他留在身邊，他每次看到我，就會想到滅門之禍，就會想到玉秀哥哥的事情，他只會越來越恨。可當時裕王府那把火不是你放的，是許元昭放的，之前你告訴他呀。證據呢？
攻城的是我的兵，圍府的是我的兵，连进府搜查都是我的兵。我现在去跟他說，是许元昭背叛了裕王爷，一把大火烧了裕王府，你觉得他能信吗？他只会觉得我跟许元昭勾結。证据是吧？好，我去查。这3年你像个行尸走肉一样，除了打仗，你完全没有人气了。一旦你放他离開，顾长庚，我告訴你，你會後悔一輩子的。督軍，威廉想要見你。不信。他想跟您聊聊夫人的事情。让他進來。不請我喝一杯？有話快說，有屁快放。你可真是個沒禮貌的家伙，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上你什麼了。明天他就要跟我回英國，信不信老子一槍崩了你？一個女人再愛一個男人，3年忘不了，10年忘不了，20年後總會淡了。他跟我回英國後就不會再回來了。真當老子不敢殺你？她是最驕傲的公主，而你是暴君，獨斷專行，不是她的氣勢，你配不上她。她今天讓我帶她回英國，我多麼高興！我認識她8年，愛慕了她8年，等了她8年，今天她終於肯接受我的追求了。我真不想把她讓給你。認識這個嗎？ Calimbromethrin 治抑鬱症的藥。3年前他心中全是恨，也沒有吃過這種藥。可自從離開你之後，他每天只能依靠這種藥，才能讓他看着像個正常人一樣。這一切都是你帶來的。知道什麼是抑鬱症嗎？ Depression 用你們的話來說，就是心急，無藥可醫。可是我發現我已經愛上你了，每次只要看到你，愛恨就像2個極端，狠狠地把我撕開。好幾次我都想殺了你，這樣櫃子的門就打開了，我就不用困在裡面了。明天上午10點的郵輪，別讓我看不起你。她是最驕傲的公主，而你是暴君，獨斷專行，不是她的氣勢，你配不上她。知道什麼是抑鬱症嗎？ Depression 用你們的話來說，就是心急，無藥可醫。3年忘不了，10年忘不了，20年後總會淡了。他跟我回英國後，就不會再回來了。此去無期，唯有生死齋消。明天上午10點的郵輪，別讓我看不起你。去備車，回督軍，陸公子把車開走了，還沒回來。小妹，你想好了嗎？阿姐，我在那邊安定了，就把你接過去。阿姐是想問你，你這樣的決定，以後會後悔嗎？以後的事情，誰能決定呢？小妹，你那時想不記事，阿姐在家的時間也不多，但也隱隱記得徐元昭是父親手下打理軍務的副使，後來搖身一變，成了總統信賴的省長。這中間必然有什麼事是我們不知道的。阿姐，幼時的事情我都已經放下了。你但凡是放下了，怎麼可能會跟威廉走？你不能憑着幼時大火中看到督軍搜查就給他判了死刑啊！我親耳聽見他說一個不留。國內動盪，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來。你不跟姐姐多聊會兒？我們在那邊安頓好了，就接姐姐過去了。
你要不要再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什么东西？威廉，你怎么了？你是不想让我跟你去英国吗？怎么可能？我求之不得呢。于景，于景，我有话跟你说。于景，再给我一个机会，不管你信不信，有些话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失去你3年了，我不想再失去你了。给我3分钟，你听完我的话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好不好？于景，于景，你听我说好不好？于景，于景，是我們短暫的相逢，纏綿細語，胭脂淚飄落巷口中，也有聽風聲，心痛，回憶潛在殘月中，潮絲和愛深難重逢，沉醉痴人夢。你想說什麼？我聽着。尋覓逝去的容顏，嘆息冷情話一場，有過往。我沒有動過裕王府，我去的時候已經大火沖天。我之所以不敢告訴你，是因為當年攻城的時候，裕王也不肯受降，自絕於城頭。他的死，終歸還是因我而起。督軍，我找到了，總統府還保留着當年許元昭做裕王爺副使時勾結外人出賣裕王府的信件。我們都想不明白，總統當時為什麼那樣信任許元昭，直到我找到這封信才明白。夫人，長庚從未傷過皇室的人，還放走了許多皇室遺孤，因此遭總統猜忌多年。因裕王爺丞相讓自戕，督軍愧疚多年，總覺得裕王府遭遇浩劫是因他的關係。裕王爺是個可敬的對手，督軍又何嘗不是一個磊落的人？心有你這一世，能與我相識。風若負氣相思。再見了，我的公主。爹爹吃糖。好，非常好，二位保持微笑。